在官方口径里，中国有14亿人口。然而，当我们走上街头，所见所闻却令人疑惑。原本熙熙攘攘的城市，如今变得空空荡荡，乡村更是人迹罕至。难道在短短几年间，有4亿中国人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？这个骇人的疑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？今天，我们就一步步抽丝剥茧，探寻这4亿消失人口的谜团。先从直观的日常景象说起。过去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些一线城市，上下班高峰时，地铁车厢里总是人挤人，街道车水马龙，商场里人头攒动。但疫情之后，很多人发现情况变了。北京的王先生过完春节返程，惊讶地发现曾经一房难求的出租屋大量空置，上下班高峰，路上竟有些冷清。他不禁自问，北京似乎少了很多人，这些人都去哪儿了？上海的白领刘小姐也注意到，节后地铁里乘客寥寥，商场更加冷淡，就连最繁华的南京路步行都有不少店铺关张停业。广州的街头同样出现异样，一位广州网友发帖惊呼，广州这么大的城市，怎么街上、商场里到处没人？曾经川流不息的人潮仿佛蒸发了一般。这种诡异的寂静并不只出现在1线大都会，2线、3线城市以及乡镇也在经历空城现象。江浙繁华之地苏州，有市民感叹，过去大街小巷人山人海，如今走一圈人烟稀少，许多店铺门可罗雀。工业重镇东莞号称1000多万人口，可当地人却说，如今街上没人，店里没客，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半带恐惧地问，14亿人口的中国都去哪儿了？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乡村景象，在广袤的农村地区本就人烟稀少，如今更是出现了无人村。多位探访偏远乡村的博主拍摄到同样的画面，湖南、河南、河北、广西、云南等地都有大片荒废的村庄，一座座土砖老屋，甚至崭新的小洋楼，院落里杂草丛生，家家户户却空无一人。有博主站在荒废的村口感慨，就像人类突然从这里消失了一样。他去年造访这个村庄时，村里还有8位留守的老人，如今回来却发现一个活人都不见了，宛如进入寂静岭的场景。另一位背包客无意间闯入深山中的一处村落，屋内家具、电器甚至家庭相册都整齐摆放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，仿佛主人还会推门而入，可偏偏看不到半个人影，只能听见山风吹过破败屋檐的声音。他不寒而栗地形容道，安静得让人发毛，恍若世界末日降临。更有博主在湘西发现一大片6层高的楼房，外观崭新却杂草丛生。走进一户房间，衣柜里还堆满衣物，饭桌上落满灰尘，但人已去楼空。他疑惑地问，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像一夜之间所有人都消失了？城市冷清，乡村荒芜，偌大的中国大地上，人们突然发现人变少了。当然，你可能会想，是不是因为疫情后很多人还没返程，或者各地风控松绑后生活方式改变了，大家宅在家网购，不爱出门了。这些因素或许有一点影响，但不足以解释如此大规模、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人口消失现象。毕竟，无论宅不宅，人口总该在某个地方，不在城市，总该在乡村，不在地铁，总该在公路。然而如今的状况是，城市没看到人，乡下也没看到人，仿佛凭空蒸发了一样，这不禁让人细思极恐。难道真的有上亿人口在过去3年里从现实中消失了？当我们还在为街头巷尾的冷清而疑惑时，另一些地方却是另一番光景。医院和殡仪馆人满为患，这一冷一热的强烈反差似乎能给人口消失之谜提供一些线索。2022年底，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海啸。当防控政策突然放开，病毒迅速席卷各地，医院挤满了发烧和呼吸困难的病人。更让人心惊的是，殡仪馆和火葬场全面告急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杭州，几乎每个城市的殡葬系统都不堪重负。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，医院太平间塞满了遗体，殡仪馆外灵车大排长龙，火化炉昼夜不停地燃烧。北京一家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无奈地说，炉子一直开足马力，
我们已经暂停所有告别仪式，家属只能在火化前匆匆看亡者最后一眼。所谓最后一眼，据说最多只有2分钟时间，因为后面还有长长的队伍等着火化。悲痛的家属还未来得及哀悼，就被催促着让出地方，下一具遗体立刻被推进火炉。这种情景听来宛如惊悚电影，却真真切切发生在那段时间的中国各地。有位在上海工作的赵先生谈起当时的经历，依然心有余悸。他的爷爷在老家杭州感染新冠去世，但遗体等了2个多星期才轮到火化。杭州全市8、9个殡仪馆全部爆满，没有关系，插队根本排不上。冷库里堆满了尸体，我们只好先把遗体停在冷藏柜，每天还得交一笔不菲的停尸费。赵先生回忆道，当时杭州殡仪馆把告别仪式直接搬到院子露天举行，几分钟草草完事，没有花圈也没有追悼会的乐曲，一切从简，只求尽快。那场景太魔幻了。他说，卫星影像也印证了那段时间火葬场的繁忙景象。美国 Maxar 公司的卫星照片显示，2022年12月下旬，北京、南京、成都等多地殡仪馆外围停满了车辆，数量远超往年正常水平。在成都东郊殡仪馆2022年12月21日的影像中，可以清晰地看到数十辆灵车挤在馆区周围，而对比2021年同期的照片，当时殡仪馆附近几乎空荡无人。这强烈的对比就像黑夜与白昼，昭示着某种非常态的发生。同一时期，昆明殡仪馆的卫星图也显示停车场异常拥挤。再对照当地居民上传到短视频平台的现场画面，不论白天黑夜，殡仪馆门口总是灯火通明，人流不断。彼时各地传出的消息触目惊心，火葬场火力全开，仍供不应求，很多地方火化甚至要找关系插队，有的家属等不了，只好托人把遗体拉到外省去火化。北京有殡仪馆的烟囱，昼夜浓烟滚滚，武汉等城市甚至临时新建火化炉，以应付激增的遗体数量。一位跑长途的司机经过湖南、湖北时，发现沿途公路两旁在办丧事的灵堂一个接一个。他粗略数了一下，沿着国道开了300多里路，竟然看到17户人家在办丧事，只有1家在办婚礼。这几乎就是10里一丧的节奏，喜事寥寥，白事遍地，让人不寒而栗。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：短时间内有大量中国人死亡。可是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官方公布的数字。根据国家卫健委和疾控中心在解封后给出的统计，从2022年12月初到2023年2月初，全国因新冠死亡的人数不到9万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不到9万。这个数字对照我们上面描述的火葬场排队景象，简直荒唐的令人想笑。假如真只有几万人不幸去世，又怎会出现举国范围内殡仪馆爆满、火葬炉连轴转的情况？现实经历与官方数据形成了强烈的死亡悬殊对比，于是民间开始怀疑，官方是不是大大低报了死亡人数？真正离世的人可能远远不止9万，而是一个恐怖的多的数字。有独立分析人士根据往年的平均死亡率做了一个推算，平常年份，中国每月约有85万人自然死亡。如果疫情那2个月死亡人数激增，我们可以计算超额死亡。结果估算发现，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这短短2个月里，中国的超额死亡可能达到500-600万人。也就是说，正常情况下，这2个月大约应该有170万人辞世，但实际上可能有超过700万人去世，比预期多出500万以上。这只是基于局部数据和模型的合理推测，真实数字或许更高。难怪有人感叹，这次疫情浪潮走的人恐怕比过去几十年加起来还要多。如果上述推算接近真实，那么仅在最近这波疫情中就损失了几百万人口。而在过去3年各地零星的疫情爆发与严厉清零政策的次生灾害中，又有多少生命逝去？这一切官方都讳莫如深。有人甚至大胆猜测，3年疫情下来，中国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可能以亿计。听起来骇人听闻，但当我们目睹医院里拥挤的病床、火葬场前无尽的车队，还有空空荡荡的村庄，就很难不去怀疑其中的可能性。除了直观的人间惨剧，人口消失还体现在各种统计数字的异常上。官方一边声称人口只是小幅下降，
另一边又有许多渠道透露出相矛盾的信息，令人生疑。官方的说法是，截至2022年底，中国大陆人口为14亿1175万，比上一年竟减少了85万，这是60多年来人口首次负增长。随后官方又在2025年初公布数据称，2024年底人口为14亿0828万，相比前一年仅减少100多万。总之，在政府口径中，中国人口从未大幅减少，顶多是近2年开始缓慢下降而已。这跟我们开头看到的景象完全对不上号。那么，有没有证据表明人口下降的幅度远超官方所言呢？还真不少。首先是民政部门的数据出现了反常。中国的死亡人数统计有2个主要来源，一个是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死亡人口数，另一个是民政部统计的火化遗体数。正常情况下，火化数应该和死亡数大体匹配。可是2021年的数据显示出巨大差异。国家统计局称，该年死亡人口约1014万，而民政部报告的火化遗体竟达1480万。即便考虑火化率，大致推算2021年实际死亡人口可能接近2000万，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。也就是说，早在疫情前，中国官方的人口统计就存在数百万人的黑洞。到了2022年第4季度，民政部索性直接没有公布那一季度全国火化遗体的数量。这一反常举动立即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。要知道，殡葬数据是常规统计项目，突然缺失显然不正常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报道说，中国官方删掉火化数据，使外界无法精确评估疫情海啸的死亡影响。种种迹象显示，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被严重低估。另一份资料更加耐人寻味。2023年7月，浙江省民政厅悄然在官网披露了一组数据。2023年第1季度，浙江全省火化遗体达 17.1 万具，同比猛增了 72.7%。换句话说，今年年初，浙江光是火化人数就比去年同期多出了7万多人，而浙江人口约占全国的 5% 左右。如果其他地区情况相仿，整个中国在那几个月的额外死亡人数将是一个天文数字。更何况，全国不少地方的情况比浙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毕竟浙江医疗条件相对发达，老人疫苗中率也较高。一想到这里，背后一阵发凉。中国到底在这场疫情中失去了多少人？恐怕远不是官方那区几万、几十万，而是以百万计，甚至突破千万。除了死亡人数，被广泛质疑的还有总人口基数。中国的人口统计一向由官方垄断公布，但在信息时代，总有蛛丝马迹暴露出真相的一角。2022年6月，一名匿名黑客在海外论坛上兜售，据称来自上海市公安局数据库的数据包。这个数据包号称包含10亿中国公民的详细个人信息。消息一出，舆论哗然。如果这份数据库真的是全国人口资料的汇总，那么它暗示中国真实人口也就10亿左右，因为谁都不会认为公安户籍系统会漏掉4亿人吧。虽然事后有分析指出，这份泄露的数据包含一些重复和其他信息，未必精确代表全国户籍人数，但10亿人口数据泄露本身还是让人浮想联翩。难道中国的人口规模其实只有10亿出头？甚至著名人口学者易富贤也透露，他拿到了其中部分年龄和性别结构数据，分析后感叹中国的人口危机严重程度超乎想象。易富贤这些年来多次质疑官方人口数偏高，他早在2021年就曾估计中国实际总人口只有12亿8千万左右，比当时官方公布的14亿1千万少了整整1亿3千万。如果再加上近几年超高的死亡和超低的生育，易富贤推测当前中国实际人口可能只在11亿出头。11亿这个数字比14亿少了将近3亿。难怪有人戏称易富贤是掀开了人口皇帝的新衣的那个孩子，只不过皇帝不愿承认自己没穿衣服。更耸人听闻的说法来自国外的传闻。2018年前后，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曾流传一个劲爆观点，中国的人口并非官方声称的近15亿，而可能只有8亿，甚至更少。据说一位俄罗斯统计学者综合中国粮食的产量和进出口、各大城市公开的人口数据等推算，得出结论，中国的人口不可能有15亿那么多。有俄媒甚至指称，
把中国各城市官方公布的人口加在一起，居然只有区2亿8千万，按城乡各半来算，全国人口可能只有5亿左右。当然，这听起来有些夸张甚至荒诞，因为中国农村人口比例高于城市，也不至于只有5亿人，但8亿人的传闻却一再被提及。有评论认为，中共为了面子和战略，需要长期夸大人口数字，实际人口也许连10亿都不到，14亿是对外营造国力的一个谎言。这种阴谋论如果放在平时，人们大概一笑置之。然而结合这几年的非常事件，竟让不少人开始将信将疑，会不会真的有可能中国现在只有8到10亿人？否则街头冷清、人去楼空的现象怎么解释？除了俄罗斯的猜测，日本人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。日本一些研究者曾经用中国食盐的消耗量来反推中国的人口规模。这个方法听起来匪夷所思，其实有一定道理。因为不管你是谁，每天都要吃盐，而且人均食盐摄入量相对稳定，总人口多寡，多少可以从一个国家全年食盐用量上看出端倪。日本厚生省据传，在2000年前后就用盐号计算，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在14亿上下，和当时官方数据接近。然而近年来，日本方面有分析指出，中国食盐年销量出现了大幅下滑，按同样算法推算出目前中国实际人口已大减至8亿左右。乍一听，这简直是在说天方夜谭，人口哪能说掉就掉，这又不是玩消消乐游戏。可是当我们深究背后的数据变化，却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结论。中国官方其实很少主动公布全国食盐消费总量，可能也怕别人顺藤摸瓜看出人口端倪。不过一些行业报告和地方数据还是透露了重要信息。2019年之前，中国每年原盐产量大约在6700万吨，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制食用盐。到了2022年，原盐年产量骤降到4986万吨，相比疫情前减少了1/4。短短3年，盐产量降幅如此之大，着实惊人。要知道，盐的工业用途也很广泛，经济下行导致工业用盐减少，可以部分解释产量下降。但是业内专家分析，即使考虑去库存等因素，这种下降幅度仍过于异常。而且更关键的是，食用盐的消耗也同步大幅下滑。盐业公司的一些库存公告显示，北京市的小包装食盐月消费量从2011年前后的每月6000吨，降到2020年的4300多吨，10年间下降将近30%。按理说，北京这10年人口不减反增，美食流行趋势也是重盐，重口味愈演愈烈，怎么盐却越吃越少了呢？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吃盐的人变少了。事实上，全国多地都报告过类似的食盐销量下降情况。一份对8个省市盐业数据的统计研究显示，各地下滑幅度差异较大，但有一个共通点，真实人口数量都比官方公布的要少得多。换言之，如果按食盐消耗来反算人口，各省实际人口普遍缩水了，不少地区的人口可能只有报出来的70%甚至1半左右。食盐大数据似乎泄露了天机，中国总人口这几年正在明显下降，而且降幅远超官方承认的零头，简直像雪崩一样。或许有人会说，中国人健康意识提高了，饮食清淡，所以盐吃少了呀。这听起来有些道理，但经不起推敲。要说口味变淡，日本、韩国的菜式比中国清淡得多，但他们的人均吃盐量并不比咱们少多少。况且中国人的重口味那是出了名的，川菜、湘菜、东北菜，哪个不是油重盐重？再看看满大街的火锅店和咸香的小吃，以及一年比一年热销的外卖，哪个不靠盐提味？更别提高盐饮食带来的高血压、心脏病、中风等疾病，这几年在国内发病率居高不下。所以全国人民突然集体吃减盐餐，这个解释实在站不住脚。那么剩下的可能性就是人口真的大幅减少了，以至于全国总吃盐量都降下来了。除了吃盐，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一些宏观数据找到疑点，比如粮食。中国年年宣称粮食产量稳定在13000亿斤以上，还大量进口粮食。如果人口骤减，其实粮食会过剩才对，那么是否存在粮食消费的异常下降？有国外分析者指出，中国近年加大粮食进口，可能并非因为人口增多，
而是内部粮食产量掺水分。如果真是人口少，粮食需求下降，反而解释了为何国家粮库常常爆满甚至变质。然而粮食问题牵涉太广，在此按下不表。还有能源消耗、电力使用、手机号码活跃数量等等，都有人拿来作为估算人口的旁证。有网友调侃，也许要请出当年李克强指数、电量、货运量、贷款发放量之类的民间指标，来一个人口指数，才能逼近真相。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，种种迹象都指向同一个方向：中国的人口数字存在巨大的水分，或者说隐瞒。这还没完，连科技界的大腕也来掺一脚。今年网络上疯传埃隆·马斯克的新人工智能 Grok 3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。根据中国今年春节期间的消费数据等综合测算，2020年至2023年间，中国人口减少了大约 1.5 亿到2亿人。这个结论让所有看到的人倒吸一口凉气。马斯克的 AI 难道道破了什么天机？据说是有人利用这款强大的 AI 模型，输入了中国这几年各项宏观数据，包括过年期间礼品、食品、交通出行、餐饮等消费的变化，再结合出生率暴跌和死亡率飙升的因素， AI 最终推演出中国3年里消失了将近2亿人口。马斯克本人并未正式公布过这个数字，但网络上包括一些时评家都在引用，说连人工智能都看不下去，中共的人口瞒爆了。当然，也有专家对此持怀疑态度，认为单纯3年不可能凭生育减少出这么多人，那只能说明隐瞒了惊人的死亡人数。无论如何，当连冷冰冰的算法都指向庞大的隐形人口缺口时，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可能。中国的人口崩塌也许远比想象中更严重。经过上述层层分析，我们已经收集了诸多线索，城市乡村的人口消失现象、殡仪馆不寻常的忙碌、官方和民间数据的巨大反差、国内外各种对中国人口的估算，种种证据交织在一起，描绘出一个令人战栗的可能画面。中国实际人口数可能远低于官方宣称的14亿，减少的数量以亿计，甚至达到3、4亿之巨。那么，这消失的4亿中国人究竟去了哪里？真相究竟有多可怕？第一种可能，这4亿人中，大部分其实从未真正存在过，他们也许是统计造假和人口数据水分的产物。长期以来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上报人口数据时，为了多拿财政拨款或呈现政绩，可能存在虚报人口的现象。例如，某些地方本有100万人，报成120万，计划生育年代为了完成上级指标，隐瞒超生人口，又或者户籍系统中一些去世的人口没有及时注销，形成了幽灵人口。几十年累积下来，官方账面数字和实际人口就可能出现巨大的差距。就像以前苏联解体后发现统计数据严重灌水一样，如果中国官方一直夸大人口，那么所谓14亿也许本就是一个幻影。真实的中国人口峰值可能从未达到过14亿，甚至连13亿都不到。易富贤等学者就认为，中国人口在2018年左右就开始负增长，而且之前普查数据可能高估了1、2亿人。如果属实，那么所谓消失的4亿，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统计泡沫被戳破后的破灭，并非真有人消失，而是数字上的更正。第二种可能，的确有相当数量的人在近年内非正常死亡或过早离世。3年疫情大流行，无论是病毒本身造成的大量老年人病亡，还是严厉风控导致的次生灾难，如延误就医、自杀、意外事故等，都可能让死亡人数激增。加上疫苗后遗症、医疗资源挤兑，乃至近年来诡异流行的各种猝死和重病，许多40、50岁的中年人在这几年突然罹患重症离世，这并非孤立，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。一个江西的许先生就说，他身边中年人这几年得肿瘤、脑溢血、心梗猝死的频频听闻，感觉全国人口11亿都没有了。如果真实情况接近他所感知的，那么疫情3年直接或间接带走的人数，恐怕以几千万计甚至上亿都有可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消失的4亿人中，有很大一部分是悄然长眠于黄泉的亡魂，他们的离去没有被如实记录在官方的疫情死亡名单中，而是被草草归零在了那微不足道的9万以内。但火葬场的滚滚浓烟和无数家庭的哭泣，
证明他们真实的存在过，也真实的离开了。第三种可能，人口锐减还与超低生育有关，尽管这是消失人口的另外一个维度，新生儿的缺失，而不是既有人口的消亡，但也会影响总人口规模。过去几年，中国出生率断崖式下跌，每年出生人口从1800万降到不足850万，新生儿数量连死亡人数的一半都不到，人口自然递减在加速。如果官方数据没错的话，中国这2年每年净减100多万，但如果官方夸大了出生数，缩小了死亡数，那实际净减可能更高。比如2022年官方称出生950多万，死亡1040万，净减85万，而一些学者认为实际出生可能只有800万出头，死亡却远超官方数，那么2022年可能净减上千万人口。照此下去，未出生的人慢慢也会成为消失人口统计里不可忽视的一环。当然，上面几种因素并非彼此独立，而可能是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真正的真相或许是多重原因叠加，既有统计水分的挤掉，也有人口灾难的发生，还有人口结构老化带来的必然减少。也就是说，中国的人口从14亿到10亿的过程，也许部分是纸面数字归于真实，部分是活生生的人间惨剧造就的空白。如果这一切接近事实，那么所谓可怕的真相其实已经呼之欲出。一个号称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，可能正悄无声息地失去它的人口优势。少了4亿人是个什么概念？那相当于整个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的人口突然消失不见，相当于3个日本从地图上抹去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累积的人口增量荡然无存。无论这4亿缺口是因为过去吹了牛，还是现在出了事，这对国家社会都将产生深远影响。劳动力大幅减少，老龄化加剧，消费市场缩水，房子卖不出去，社保负担沉重，种种问题将接踵而至，甚至已现端倪。比如楼市近年来出现大量空置房，8000万租客蒸发，几百万房东发愁的传闻流传开来，就是因为人口少了，住房需求在塌方。再比如各地学校招生不足，大学录取线直降，也暗示适龄青少年人数骤减。可以说，人口锐减的影响像幽灵一样潜伏在经济社会的每个角落，只是当局不愿直面承认。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，最直接的感受莫过于身边熟悉的人一个个不见了，也许是邻居搬走了，再也没回来，也许是小区那位天天遛狗的老大爷突然没了身影，又或是手机通讯录里几个常联系的朋友突然永远无法拨通。每一个消失的个体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，而当这种消失发生在上亿人规模时，已不仅仅是家庭或地域的问题，而成为一场民族性的隐秘巨变。令人心寒的是，我们只能通过地铁的空位、村庄的荒草、医院的哭声这些侧面去窥测它，却得不到一个坦诚权威的说明。那么，为何真相如此难以触及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的信息被严格控制乃至扭曲。人口数据是高度政治化的敏感信息，对内，政府需要维持统计公信力和政策颜面，对外则要展现大国力量和市场规模。如果突然宣布人口少了几亿，无疑会引发国内外的震动和质疑。因此，即便高层知晓一些真实情况，也倾向于选择性公布，或干脆装聋作哑，以时间换空间。然而，纸里包不住火，当谎言太大，漏洞太多，就会激起更汹涌的猜疑和议论。这正是如今各种阴谋论盛行的原因。官方越是不说，民间越是大胆猜。有人怀疑是疫情死了，几亿人被隐瞒；有人觉得是提前进入人口崩塌被掩盖。还有更离谱的脑洞，比如什么外星人绑架论、平行世界错位论等等。虽然是笑谈，却反映出大众对真相的不安和渴求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打算在此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结论，因为坦白说，除了掌握全面数据的高层官员，谁也没法精准知道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，哪怕他们自己可能都在苦恼怎么编这个数字，才能既掩盖真相，又不至于太离谱。然而，通过我们前面层层分析，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，中国的人口绝对不像官方宣称的那样仅仅小幅下降，而是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滑落。
这个滑落的量级大概率远超1亿，极可能达到2亿以上，甚至3亿、4亿也并非全无可能。4亿这个数字或许包含了过去隐瞒的泡沫，也包含了最近发生的悲剧。真相比谣言更可怕。如果有一天浮出水面，将震撼世界。回到那个终极问题，4亿消失的中国人去哪儿了？也许答案并不玄乎，其实就2个字：没了。有的是数字没了水分，有的是生命没了呼吸。无论哪一种，都让人唏嘘和心痛。曾经，中国的人口被视作沉重的负担，也被当作伟大的红利。而如今，在诡异的统计迷雾和残酷的疫病现实中，上亿的人口像走进了黑洞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只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。这场人口悬案还在继续。当下的中国，官方依旧在宣称经济繁荣、生机勃勃，但街头的寂静和暮气却骗不了日常生活中的你我。或许多年之后，等尘埃落定，有人会认真盘点这段时期的人口变迁，把真相昭告天下。但在此之前，这个谜团仍将萦绕在人们心头。14亿中国人到底还在不在？如果不在，那可怕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每当你走在空荡的街道上，或是经过那一座座无人村庄时，是否也会想起这个问题，并感到一丝不寒而栗的凉意呢？真相也许会迟到，但终究不会缺席。当真相比谎言更惊人，我们唯有保持清醒和好奇，继续寻找答案，等待迷雾散去的那一天。